罗老虎，咱们合作了这么久，什么时候搭上我舅舅了？难怪让你弄死一个李木华，你像宝贝疙瘩一样的捂着，左不动手，右不动手，最后还骗了我一道。原来是早就拜了码头了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我倒没有存心拜什么码头，我就是觉得杀一个学生仔也算不上什么英雄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老虎都会说话了。你当自己是好人啊，跑到我这儿来装圣人。哪次黑钱你少拿过一回？要不是我护着你，你死了多少回了？好，在这狡辩是吧？不跟我混也行。你走吧。让你滚，听见没有？按规矩来吧。按我的规矩还是你的规矩？按你的规矩。我的规矩就是，你走出这个门，10步之内送你回姥姥家。你老婆有人养，我管不着；孩子，我替你送到教堂去。百乐门的那个小家伙，怎么处理？你想好了告诉我。这2样给我儿子留着。百乐门那女孩，你别动她。孟先生码头我没拜过。我还有一句话，我不是个好人，你也一样。咱们底下见吧。兄弟，吓着你了吧？上来，上来！哎，把你吓成那样。从一开始就是你嚷着嚷着要把榔头放出来，我当时怎么说的？你说的好啊，我们去找日本人。你放屁！我说的是，榔头那小子是个活阎了，把他放回来，他反咬一口，大伙儿净等着挨黑枪了。那谁去找的日本人？谁去找的陈先生？那是你求的我，我求你，哎呀，我有这么大面子啊？我求你，哎呀，我现在求你啊，你跑过来闹什么啊？哎，求你别再闹了，我怕你了啊！那小子现在在四海洋行仓库，去啊，一枪把他头打爆了，省得他烦我。我去，你他妈怎么不去啊？都知道榔头现在招了一批难民，把那仓库改得像军营一样。我去了怎么说？好，就算我去啊，我去，这第一枪打我，第二枪来，第二枪打谁？你就坐在理查饭店里，绑肉票的生意不用做了。他敢！哎，孟家的夜宴你们还去不去了？咱们到了孟家，九公和二姐提出榔头的事情，这个事儿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有他妈什么不好意思的啊？不容他开口，先把孟文都惹的祸给他喊出来，打他个哑巴不开口。至于榔头的事情，咱们死不认账。一股烟味儿。宝贝儿，
跟我一起去吧。我今天不去了，累了。孟家肯定饶不了这老李，这老小子早晚得进黄浦江种荷花去。你可躲他远点啊！去。没瞧出来啊，老虎还真有点担当。我说你以后别跟着那个姓秦的杂种花钱买人质了，跟着我干吧。王东哥，我这人没出息，你知道。要不然我把那个姓秦的给干了，把你老婆给弄出来。他们没那个正经生意啊？正经生意。是正经生意啊，男的杀人，女的接客，天底下没有比这更正经的生意了。又怎么了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既然那么恨他，你干嘛不拿把枪进去直接打死他得了？你这样算什么呀？一边使绊子要害死他，一边又要把我嫁给他。好，孟文路那小子要是听点话，我何必如此啊？他现在要砸掉我们所有人的饭碗，要杀他人的有的是，根本用不着我。那你还来假惺惺的吃什么饭呀？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呀？你去好了，我不给你丢这人。你哪儿都不能去。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咱们和孟家取消了婚约，那我的损失会更大。损失？这不是一单生意，这是我的婚姻，好吗？爹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不是你的小猫小狗。你想一想，你现在坐的车子，戴的金银首饰，哪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人会免费给你任何东西，必须你自己去抢。好了，别耍大小姐脾气了，听话啊，走吧，走吧。请。李先生，请。秦先生，请。舅公。哦，陈先生，这可是好久没见啊。最近出海有些贸易，不去总是不行的嘛。可谁想着一去就这么久？啊，二姐和孟先生都好吧？二姐还好，孟先生那就得陈小姐自己去问了。啊，请。好。各位，今天各位能来，是孟家在上海滩100多年来结的
善缘。既然大家是好朋友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。今天没让孟先生出面，麻烦是有一点大，不过没有大到把孟家吓倒。孟先生是让日本人暗算的，政府为了要查清楚这件事情，把远洋航队扣留了。一旦走私鸦片证据落实，法院就会公开拍卖。那到底谁会是买主呢？肯定不会是在座的各位，是日本人。日本人想控制在上海滩的鸦片贸易，日本人想控制每一个人。今天这场灾难，是上海滩道上每一位兄弟的灾难，不只是孟家一家。我有话讲。秦先生，请讲。我说话可要得罪了。不妨事。九公刚才说的那几句话，我服了。原来孟先生是受了日本人的骗，孟先生自己捅出的这个篓子，造成了上海滩所有人的危机。孟家今天又成了江湖的盟主，嗨，在这里边说什么如何应对，真是轻巧啊，佩服。不敢当，请继续。以前大家看重孟家，是因为孟先生给我们饭碗，兄弟们能吃饱饭，能穿上衣，能坐得起汽车，所以外边的人提起孟家都要翘大拇指。今天这个小孟先生回来了，他倒是个少年英雄啊！说什么要实业救国，他以为他是谁？大总统吗？又是跟日本人联合。我们早就知道，孟家打算向30银行贷款。我以为日本人和孟家是好朋友呢，今儿才知道，原来孟家是上了日本人的当。受教了！这是不是你们和日本人联合，要砸我们的饭碗呢？怎么会呢？孟先生怎么不出来啊？他自己捅了篓子，怎么现在成了缩头乌龟了？来拿我的拜垫来，我要给李先生磕个头。我们家老三得罪了他，结下这么大的仇，这怎么行啊？二姐，您看，一句玩笑话，您何必当真呢？再说了，这孟先生他还是个孩子，我们都江湖几十年了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和尚不亲帽儿亲嘛，我怎么会跟他计较呢？啊？那好，你要不跟他计较啊，为什么把榔头弄回来了？
哎，等等，等等啊！我代表大家问一问啊，小孟先生惹了祸，他自己也不出来说一声，这不符江湖的规矩吧？啊，就是，您说呢？是我不让他出来的，我是怕有谁过了大烟瘾，做些不轻不重的事情。孟家百年基业可以没有，谁要是敢动老三一根毫毛，我让他后悔他为什么生出来。二姐啊，现在不是闹义气的时候，大家伙今天能来，就是想谈个解决的方案嘛。其实啊，解决的方案也很简单。这支远洋航队呢，有陈先生1半的股份，法院要拍卖，日本人要买，都得先通过陈先生。你们这些缺货的，不妨和陈先生商量商量。来，陈先生，我们孟家这跟斗啊是栽定了，以后啊，大家的事情都落到你的身上了。我代表上海所有的兄弟，敬你一杯。以后大家的饭碗靠你了。来，大家敬陈先生一杯。这个时候能力挽狂澜的就只有他了。来，陈先生，你真的不管大家的饭碗了？不会吧？我先干为敬。二姐，你怎么说的话，啊，又输给人家了？他只是嘴上赢了，等着瞧吧。便衣就守在门口，我出不去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没事了，他们都走了。都说了不让你来，非要来。现在好了。想走也走不掉了。会合贤能郑成功，文武全才兴汉流，据守台湾称将宋，部众勇武抗清兵，天下英雄风云会，金台山堂首创立，军中士盟结仁义，同心协力把汉留。是，弟子明白。
斟酌合谋大事，真心共结同盟。入鸿门非亲非故，到此地不义不来。是，弟子明白。弟子真心入鸿门。深入鸿门不得勾关劫府。是，弟子记下了。不得欺兄霸嫂。是，弟子记下了。不得出卖手足。是，弟子记下了。不得吃里扒外，不得调戏姊妹，不得畏缩不前，不得泄露秘密，不得勾结外人出卖兄弟，不得三心两意，不得欺师灭祖，否则3刀6眼，绝不容情。是，弟子记下了。此刀本是废凡刀，昔日老君炉内造，7期循环圣火炼，方能炼成3把刀。头把长在关公手，取名青龙偃月刀；2把落在晋王手，取名开国定唐刀；3把落在红缨手，取名本是锄奸刀。有人有意，共结金兰；无人无意，3刀6眼。是，弟子明白。新人请起。王涛啊，恭喜恭喜！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一起做大事儿，一起赚大钱啊！听好了，榔头，我们都是你的大佬，将来要上进，不要忘了孝敬祖师爷。做得不好，3刀6眼，你都听到了。小弟能够在上海滩立足，多谢各位老大的栽培，愿效犬马之劳。张小姐，请进，请进。你认识我？宁波张进士的千金要出嫁，我早听说过。看您今天的谈头和打扮，一猜就中，准没错。请，伙计，沏上茶，把凳子摆好，把门关上，让张小姐呀安安静静的看。老板，女儿要出嫁，来挑几件首饰。进士不进士的，现在是民国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我们也是小户人家，恐怕买不了几个，让您失望了。还是把门打开吧，该怎么做生意就怎么做生意吧。哎，不必不必，我爹呀，从前清时候那就一直是考科举，到老是一事无成，他就羡慕张进士，诗文双绝，是文曲星下凡的。今天有幸招待，还做什么生意？不碍事。娘，我爹还有这名声呢。看，真没想到，这小小的珠宝店有这么好的东西。这是上海的一个大客人带来的。上海？什么上海大客人？就是上海的一个朋友。你看，张小姐，这对耳钉啊，是纯正的鸽血红。伙计啊，把镜子拿来，让张小姐戴上，好好看看。你看，这对耳钉可是找着主了。这个得多少钱啊？只要张小姐喜欢，不贵。这可是从非洲拿来的火油钻呢。当年太后老佛爷也只有一对。哦，这个太贵了，我们买不起。
这件物品啊，可是大有来历啊。它是横都斯坦玉，当年乾隆爷发兵平叛呢，在新疆娶回来一个绝色美女。这美女啊，身为公主，乾隆爷就在圆明园给她造了一个宝月楼，还造了一座清真礼拜堂，用他家乡的无瑕美玉，精心地打造了这件首饰。我知道，潇湘公主嘛，听评弹上说过，她因为思念家乡，所以很年轻就死掉了。你这个珠宝店老板倒像个说书的，不过这个我们买不起，过个眼瘾就算了。把我们挑的这几个戒指、耳钉呢，算一下账，其余的就收了吧。哎，别带来，这是家父啊，以前从北京带过来的。他要是地下有知，把它给了张家的后人，那他说不定还夸我呢。那你呀，还是先问问他吧。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包好，送到府上去，一并结账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去。娘，那珠宝店老板八成是个疯子，满嘴胡话。欣欣，我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没见过这么神叨叨的人呢。比如说，他白天卖珠宝，晚上是江洋大盗，卖给咱潇湘呢。那也应该到北平、上海那个地儿啊，咱们宁波能卖上价吗？娘，这匹布我也喜欢，就这些吧，够了。小姐，我们店里还有更好的水貂皮和狐皮，你要不再看看？那些都不适合我，适合那些阔太太。再说了，宁波也穿不上这个呀。娘，我上楼看看样衣啊。太太，您看看这个，这可是江宁贡缎。小皇帝出皇宫，为了凑路费，卖出来的好东西，内务府的库存错不了。你看看，刚才我看张小姐选的布料都是东洋布，是便宜耐用，但是比重色可就差远了。好吧，就少做2套，就用这个布料。少做几套，那怎么行？那太委屈张小姐了。您看这样，我免费多做几套，将来你给我扬扬名就行。那可不成。我想问一下，什么时间能做好？我们特地从上海请了6个最好的裁缝，就算是日夜干活，也绝对耽误不了婚期。太太，你尽管放心。你这么小小的裁缝店，在上海请了6个师傅，好大的手面呢！你满意就行。另外，小姐的手筒子、皮毛衣服，也一并让小店代办了吧。出嫁就这一次，不能太委屈了。你们店里不是做旗袍吗？啊，说来也太巧了，我有几个关外的朋友，近几日进了一批好货。宁波这小地方，也只有张小姐这样的人才配得上。老板，我年轻的时候倒是有几件，不过太贵了，那些东西也不适合年轻的姑娘。你看这样，我给她打包好，送你府上，你慢慢挑。真是搞不懂，就算老天爷给咱们好运，也不是这个给法呀。单说那狐皮筒子还有貂皮大衣，那在过去啊，都是真起物件儿。这老板说给就给了，真的很奇怪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白天是裁缝店老板啊？
晚上是江洋大盗，可真聪明。把这放不下了！哎呀，搞什么放？这里没地方放了。来，不能往这里放了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来！哎呀，放在这里不行的啊！放哪边？你们两个真回来啊！订这么多东西都不跟我讲一声啊！搞什么搞？在哪里买的？哪里搬回去？好吧？岂有此理！你看看。老爷。什么都不跟我讲，老爷，我追上那2位老板了。那2位老板说啊，您是文曲星下凡，他们执意要送这些东西，我拦也拦不住啊！你这。真是奇哉怪也了，居然还有人记着我这个近视。至于文曲星下凡，这个不好当的啊。老爷，这也太蹊跷了，天底下没这种好事儿吧？你看看这2盒首饰，就算把咱们家当全拿出来，也换不回来吧？还有这个狐皮筒子，那要是在秦清，如果没有10两黄金，问都休问。还有外面这些家具，还有裁缝店送来这些洋布，您这个进士头衔儿，我看卖不了10两黄金吧？夫人，话不好这么讲。既然人家要送，就一定是他有他的道理，是吧？爹，不管这东西是谁拿来的，咱还是原样给人退回去吧。这个不好，既然要退回去，也要弄清楚是什么人送过来的。这样稀里糊涂的，那怎么好呢？爹，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文曲星下凡啊？你真以为人家送这些东西是因为你是文曲星下凡，还是因为你近视啊？这个文曲星下凡不是我一个人讲的，大家都这么讲啊。哎，你这个死丫头！哎，今天的报纸呢？上面第一页。小姐，别让太太看见啊！知道了。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辩护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被他们激怒，一切由我来表态。是。公诉方的证人找到了吗？不用吧。今天审理孟府远洋舰队鸦片走私案，现在是第一庭，双方各自提供证据。公诉方律师，首先，我向法庭再次声明，被告方主要控告人并未出席，本次的审判视为无效。反对。原告提出的言辞无根据、无道理，不符合法律规定。孟文禄被大家称之为孟先生，也就意味着他继承了孟家的所有的产权和财产支配权。如果今天他不出席，而由家属代理回答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反对。远洋航队的产权归属孟家家族企业，并未写明产权的最高所有人是孟文禄先生，股份的另外一半还有其他人，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政府的监护。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问题，国家的元首难辞其咎。依照辩方律师所言，你可以说国家是人民的，然后让老百姓出来送死。难道孟府的财产不应该由孟先生本人亲自来处理吗？反对。反对无效。你们2个人，我不管你们俩什么资格，交换证据的时候就开始庭辩。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
公诉方将提供孟家以军工企业作为掩护，申请了政府的补助救济和实业支持，却一直从事帮派的地下活动及鸦片走私，日益成为上海滩社会的毒瘤。反对，这与本案无关。请问，什么叫帮派活动？孙文道总统的同盟会算不算帮派活动？当年利用长江上下的青帮、红帮、哥老会进行革命活动，这算不算帮派活动？如果要算，帮派活动何来非法？如果不算，公诉方意欲何止？根据租界的居住条例，孟府并无违反法律之处，申请反诉。反对有效。希望你提出针对这次鸦片走私行动的明确证据，再牵扯下去，就派你到小报当记者。这是我方目前所搜集到的所有证据，证明了孟家不但以鸦片走私开办赌场、烟馆行利，而且还参与了几起重大的谋杀案。其中，我们所谓的孟先生孟文禄先生本人，就参与了杀害上一任日本公使的行动。我们只谈论这次鸦片走私的行动。那请提上下令，将所有谋杀案的证据隐秘不报。鉴于本案的方向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，将择日重新开庭审判。休庭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让我当庭出丑吗？今天全部说的都是与鸦片无关的事情。我代表我的当事人，申请更换公诉方律师。在所有证据没有呈请之前，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更换我，包括法官。我们就说鸦片走私案，孟府的帮派活动算不算鸦片走私案的背景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可以立案另审。好，另外立案，鸦片走私案为一个案子，我们同时诉讼谋杀案、非法建立烟馆案、帮派地下活动案，向政府官员行贿黑金案。这下可以了吧？你仗着谁的事，可以这样对我说话？我知道孟家有钱、有枪、有人、有地位。我把所有的证据都交到最高法院备份。如果我在审判期间受到任何人身意外，都会有最高法院立案重审。你，好吧，你们回吧。我看我可以辞职了，马先生，你再换另一个法官审理吧。这个我拿回去看看。辛苦。哎，张小姐，张太太呢？我娘没来。哦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请。阿福，把东西放这儿。除了我们挑的，这些都是您店里多送的。这是小店孝敬金氏老爷的。哎呀，张小姐如果要瞧不上，那我们又新进一批珍贵的首饰。我爹说了，承蒙您垂青，还记得他这么个进士，真是感激不尽。现在又不是前清。阿福。后面一句是什么？后面是进士老爷值不了什么钱。小姐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是老爷说的。老板，所以呢，小姐，这进士老爷也太值钱了吧？阿福，你到船上等着我，我跟老板对一下，就回来。哎，来。您点一下，张小姐，这真真切切的是我们小店一点心意。好了，我就想问问你，这些首饰都是谁送来的？
哎，你可别跟我说是你们小店的。就这一个镯子，它就可以抵得上你们整个店的珠宝了。到底是谁？张小姐，你呐，听评弹听得太多了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人呢？再说了，这镯子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是吗？那我摔了啊！别！我告诉你，你听好了，3天之内你让他来找我，如果到第3天头了我还没有见到他，我就到你店门口把他摔了，说是你砸的。啊，这我真不知道啊，这。那我告诉你，你让他3天之内来见我。如果到了第3天头了还没有见到他的话，我就到你店门口把他摔了，说是你砸的。这我真不知道啊，这。哟，张爱姐，您来了，这活正赶着呢，是不是想再跳点新花式？老板，你们是不是也从上海进了新的布料啊？对呀，这张小姐你怎么知道的？那送布料的那个人呢？我想见一下。回去了，来了就走了。阿福，哎，打开。哎，老板厚爱，这些东西呢，我替我娘谢过了。她老人家呀，一辈子吃斋念佛，不会穿这些皮毛衣服的。这些小姐太太都可以用的，多贵重啊！你看这火狐狸皮，这都是关外的商人从老莫子手里买下来的。这些东西不要钱，也是您店里的一点小意思吗？对呀，那个张进士那是文曲星下凡。对什么对？我这一上午只剩下扛活了，以后不许再说些这话了啊！我在您这店里订了多少件衣服啊？7件旗袍，4级以上各2套，长裙6件，小袄2件。那也就是说，一共17件。3天之内，你让上海送货的那个人来见我，要不然我一件都不取。结婚只穿旧的。阿福，走。哎。二位慢用啊！小姐，你刚才点这菜了吗？我没点啊，你点的？我也没有啊。这儿。怎么着，二爷？这道菜我们根本就没点，你是不是上错了？错不了，刚才有位先生给您这桌加的菜。哪位先生？人呢？阿福，我们不吃了，走，回家。二位，张姐，喝你没饭上吗？这个我还饿了。我们这些朋友们啊，真是够意思。给公诉方作证的，居然都是孟家烟馆管事的。是孟家养肥了的狗，回来咬人了吗？阔骨万人锤啊！大姐，不要着急。马先生把这些东西拿出来，可见交情自在人心。我先谢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让文禄离开上海。公诉方在不停地要求孟文禄出席审判，别的罪名还好，但就日本公使被杀这件事情，就是蒋大总统亲自出面也无法说和。日本人正愁没有理由向中国开战，公诉方在这个时候把材料拿出来，用心很深呐。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想干什么？小了说，打垮孟家；往大了说，发动战争。
文禄现在还留在府上吗？要走就要快些。那就火速让他离开，一刻也耽误不得。周日有艘小火轮离开上海，我来替他弄船票。三国里怎么说的？亲不死，孤不心安呐。这件事情可要早办呐。那就太感谢马先生了。孟家要能度过这个难关，一定会酬谢你。不送啊。你看，我看呐，日本人跟他们条件早就讲好了，打垮了孟家鸦片的生意，均分，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不遗余力。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恨孟家？因为孟先生还做着实业救国的梦，他制造武器，日本人天天想发动战争。现在上海竟然有一个中国人要制造武器，他们会想尽办法打垮我们。这些啊，其实我也明白，所以这几天都失眠呢，想不出办法。日本人把东北都抢去了，政府一句话都没有，我们还能想什么办法？有没有什么新的盟友我们可以结识啊？难呐，这世界锦上添花有，雪中送炭没有。这棋是死棋了？未必，4个字：死撑待变。他们动作越多，破绽就出来了。我们只有等。那就按马奎说的，送老三走。你找什么呀？啊，我没找什么，我吃多了，走两圈。啊，今天晚上有卖莲蓬子的，我给你洗了点，在楼上呢，去吃吧。哦。在，不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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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。小火轮爆炸了，没有一人生还。
下面由我方传唤证人李阿大。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好，我保证。我保证，在法庭上陈述的事情完全属实。在法庭上陈述的事情完全属实。我以我的名义及人格担保。我以我的名义以人格担保，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并承担一切责任。好，请坐。你是新城区大烟馆的老板？经理。你们的经营方式是怎么样的？接待客人呢？接待抽大烟的客人？是吧？请问你能告诉我大烟的来源吗？船上运的。你的老板是谁？他有没有坐在下面？请向法庭指认出来。好，我问完了，谢谢。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请庭上再注意一点，到目前为止，本案的重要嫌疑人孟文禄尚未出现。我代表当事人向本庭提供孟文禄先生的死亡报告。传唤证人王一来。说出你的名字和职业。我叫王一来，是孟府的人。孟府的人，哼，孟府有鸡有狗也有人。你是干什么的人？就是干活儿。干什么活的？请向本庭解释清楚。我跟着榔头哥干点脏活，之后榔头哥出事儿了，我们也就跟着散了。什么叫脏活？请向本庭解释清楚。就是把不听话的人和在赌场欠钱不还的人，把他们抓过来收拾收拾。杀过人没有？你大胆地说出来，我们只追究主犯的责任。杀过人没有？杀过。杀过几个？忘了。忘了。最近一次杀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榔头哥带着我们去抓一帮安徽小子，因为他把我们的鸦片抢走了。肃静！你的问题已经偏离了本案的轨道。好的，请问孟家的鸦片是从哪儿运来的？船。船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我不管那摊的事儿。请辩方律师盘问吧。我问完了，谢谢。法官先生，我的当事人因为弟弟心丧，精神恍惚，请求休庭。准许休庭。二姐，二姐，真的是印鸦片，怎么样？说两句吧，大烟官怎么？二姐，让我提个问题吧。二姐，有空，哎，说几句吧。张小姐呀，你老站在这儿，这不是个办法呀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没这个人。我不信。你看，我都快关门打烊了。再说今天是盂兰节，家家都回去拜祭祖先。真有这个人，他也得回家呀。我不信。哎，这样吧，再过几天，我叫他来，成不成啊？我今天就要见他。你到底要见谁呀？就是你那个上海大客人，就是那个让你送我很多首饰的人，就是那个在裁缝铺里给我买很多东西的人。我知道他就在这儿。
好吧。哎呀，我们也是受命行事。那送东西的人走了，真的走了。来送东西的人只不过是个跑腿的。人那么大个人物，能到我的小店里来吗？听我句话，张小姐，走吧。我不信。管家，关门。二奶奶，二奶奶，有访客。笑什么？孟家栽到底了，连榔头都回来撒野了。榔头啊，你好威风啊！二姨，我先给您行个礼。九公，您老人家身体好啊？不敢当，请坐。在您跟前哪有我坐的地方？话不是这么说。过去你没有地方坐，是拿你当孟家人。现在你既然破门了，来的就是客，让客人坐是江湖上的规矩，请。让他坐呀。九公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有点不明白了。我榔头为了孟府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我什么地方对不起孟家的人？二姨天天逼我妈喝那么多药，我什么时候违抗过命令了？说起破门，我在岛上待得好好的，谁救我出来不是我的主意啊？这么说，你是忠孝节义都全了。来到这儿，不去看你娘，你耍什么威风啊？文禄对你不薄，你谋反叛变的时候，他保了你一命。现在，你又和那些敌人站在一边，我还有什么话对你说呢？我们不能跟他说什么了，他是红帮子弟了，有字号人物。榔头呀，你回家干嘛来了？我把我娘要接走。凭什么？凭她是我娘啊。二姨，我求求你抬抬手，我榔头向你保证，将来有一天你求到我的时候，我一定让你过得去。榔头，你为难我呀！你娘有病，她是我亲姐姐，就看你现在这副德行，我敢把她交给你吗？我娘根本她就没有病，你每天逼她喝那么多药，非得把她逼死吗？你娘把她亲生儿子变成牺牲品，她没病才怪！别在这胡说了！你要是不把我娘给交出来，就怎么样啊？榔头想把阿姨怎么样？榔头，还有什么想法？
我们是以客礼相待，你不要过了分寸。记着，你娘还住在这里呢。我听说我舅舅死了。你听谁说的？咱们要自己人骗自己人就没意思了吧？总之我听说就是了。你们看看孟家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们应该明白，当时我那么干就是对的。把外来的那个舅舅管好了，别让他胡来，天下不就太平了吗？现在呢，好好的一个家业，被他全给毁了。我跟你们不是来吵架的，我还算半个孟家的人，外面的兄弟抬我，我不能忘了本啊。孟家要摆脱现在的困境，你们只能依赖我。榔头出息了，不是吗？愿闻其详。和日本人做一个交易，把远洋航队分成3份，孟家、陈先生、日本人各得1份。陈先生要是得了我们的好处，他就不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。日本人神通广大，恨的是我舅舅。现在人死了，没什么可说的了吧？大家挣钱嘛。快去看看你娘吧。告诉你，你这条路啊走到底了。哎，我就服了，你们胆子怎么就那么大呀？人家都杀到门口来了。榔头，去看你娘，以后就不要再来了。你睁开眼睛看看娘，你不能死啊，榔头，你不能死，榔头，救救他！你们救救他！他不行了，快救救他呀！你们站着干什么？救救他！老三，老三，我的弟弟，老三，我求求你了，老三。你可怜他这个该死的疯娘！我求你，老三。想来想去，就差我没给你买结婚礼物了。这些天你在哪儿啊？一直在离你不远的地方。那我都没看到你。你呀，心事重重，身边走过一头大象都看不见。瞎说。我以为你到最后都不会出来的。我是打算不出来。你是个大人物，你这一辈子做很多事儿，要见很多人。我呢，这辈子就只能坐在船上走来走去，一觉醒来，岁就老了。
我们真的不一样。不过，你能来我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我是怕打扰你。你笑什么？我想，你要是穿上嫁衣成什么样子？不成样子。我见过那些出嫁的女子，她们的脸涂得像死人样白，嘴唇也只有中间是红的。我开始不明白，我现在懂了，因为她们的心死了。以后会有另外一个张碧兰陪着你。我叫李张氏。我不会要求将来的妻子跟我姓儿。哎，真好看。今天是盂兰节。盂兰节就是鬼节。在这一天，所有的活人都要给自家的祖先、亡灵超度。阎王爷大发慈悲，让在地狱里受苦的恶鬼可以到家乡来吃一顿饱饭。你信这个？这是真的。那和尚在做法事呢，我们一起念经吧。我就别念了，我也不会啊。做的坏事太多，只能下地狱。你做过什么坏事啊？我呀，我罄竹难书，都不好意思说。你放心吧，你不会下地狱的。到时候我把你救出来。你又救我？我太过意不去了。我还救你吧？呸呸呸！谁都别救谁，都过着好着呢。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几孤独园。大目犍连，始得六通，欲度父母，报如补之恩。即以道眼观视世间，见其亡母生恶鬼中，不见饮食，皮骨连立，目怜悲哀。即以钵盛饭，王享其母，母得钵饭，便以左手杖钵，右手拨食，食未入口，化成火炭，遂不得食。目连大叫，悲号涕泣，十环白佛，具臣如此。佛言：汝母罪根深结，非汝一人力所奈何。汝虽孝顺，生动天地，天神地奇，邪魔外道，道士，四天王神，亦不能奈何。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，乃得解脱。吾今当说救急之法，令一切难皆离忧苦。
爹要是看见你长这么大，一定很高兴。你总算成人了，不用在外面当小狗了。你可要记得上一次是怎么输给他们的。我都记着呢。乖。就送到这儿吧。马上就到了。一会儿我爹娘看见，又该问了。你明天是回上海吗？不知道。我就当你明天回上海了。我向老天爷求了这么多次。我很知足了。我走了啊。等我再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梦见了。我愿意向法庭提供更多的证据。孟文禄先生的父亲，自晚清以来一直致力于军工产业。这是我收集到的在城阳浦孟家军火厂生产的武器清单。这些武器绝大部分都供给了中央军和东北军。要是今天在座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军工产业，那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是枪，是炮弹，是子弹，是钢盔，是可以抵御外敌的武器，是可以与列强公平谈判的保障。反对，与本案无关。民国20年9·18事变，东三省已非我有，黄浦江上都是洋人的军舰，我们没有自己的武器，我们只能永远任人宰割。反对有效，我警告你，不要挑起反对友邦的情绪。是。我向法庭提供的另一份证据表明，孟家3代人扶持了几千名青年才俊读书，孟家的读书会也是无限制的提供经费，从不收取任何回报。就在孟老先生去世之前，上海龙华寺的附近公墓也都是由孟家提供，施舍棺木，埋葬恶殍。在另一份证据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孟府的这支远洋航队是由政府特许进口机械及运输军工产品之用。进入民国20年之后，英国、美国和法兰西皆对我国禁运武器零配件，中央军也以进口德式装备为主。孟家的军工厂由此经营不善，转为负债。这支远洋航队的股份有一半抵押给了别人。孟家只有一半的股权，而没有经营权。涉及到这支远洋航队的鸦片走私，那应该去查询管理者的责任，对孟家进行指责，那是缺乏根据的。反对，辩方正在用道德命题掩盖孟家参与鸦片走私及犯罪行动的事实。反对有效。陈述你的理由。依辩方律师所讲，孟家是大救星、大善人，
是中华民国天字号的第一人了。我方持有证据表明，孟家一直在参与鸦片分红，并且自己开设了10几家烟馆。请问，辩方律师说孟家对鸦片走私并不知情，是何用意？不知情和在法律上不能负全责，这是2个概念。我明白了。一个不懂法律的乡下人杀了人，和一个懂法律的城里人杀了人，他们判的罪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不知情杀了人就可以判无罪，因为不懂法律杀了人就可以不负责任吗？我方要求传唤新的证人，是孟家大姐的儿子，他参与了孟家所有的犯罪行动，愿意向本庭指控。你能告诉本庭，孟家烟馆的负责人是谁？你能告诉法庭，你参与了多少次杀人行动？记不得了。记不得了。那么好，请你告诉我。是谁直接下命令，让你参与了杀人行动？这比上海安静啊，我都不想回去了。大概只住几天还行。不走了？干嘛要走？真的？真的。那谁走谁是小狗啊？你家那边官司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？报纸上都登了。小报记者的话你也信？他们是唯恐上海不乱，上海真要不乱了，他们可就什么都干不了了。我不管别人，只管你。到底怎么样？我现在这样子，你不都看见了吗？被他们从上海轰来，第2次被轰出来。上海坏人太多了，容不下你。他们容不下我，那我就想办法让他们容。那你要怎么做呢？要想让他们听我的话，开拍间是不够的。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用明白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儿的菩萨可灵了，你要是再这种态度，小心出门摔个大跟头。快跪下，跟我一块儿拜。快点啊，跟我一块儿祈福。我更愿意相信自己，福是起不来的。我在外面等你。
释迦牟尼佛、观世音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所有菩萨，所有佛祖，我弟子张碧兰前来还愿。我请求过，把这个人带来让我见一面。我知道你们听到了，我的愿已经满了。感谢你们，帮我这小人物这么大一个忙。愿菩萨、佛祖保佑他这一生平平安安，无灾无祸。所有横逆灾难、疾病痛苦，都加在我一个人身上吧。请菩萨保佑他这一生平平安安，做一个好人。石岩先生，有客人来。おう、どうしてくれ。点进。请坐，请坐。お前たち、ちょっと席を外してくれ。我代表我们国家向你表示感谢。感谢什么呀？感谢你这次在法庭上的表现。我那是为了我自己，不是为了帮你们。我知道，我们就是看中你这一点。说吧，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？交个朋友喝喝酒，何必有那么大火气呢？交朋友，不敢高攀。有李先生、陈先生、秦先生，各位大哥在这巴结着，我算老几啊？你不觉得他们都太老了吗？我们仔细的调查过你，这个自然知道，你看到的上海，无非和孟家有关系的上海。上海的租界、江湖，江湖上的帮派、军队、外交、财政，你见过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。你知道孟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吗？为什么陈先生、李先生、秦先生他们有那么多门客弟子，还要辛辛苦苦的巴结？
一个人是不能打天下的。从民国20年，日本就在嘉义经营上海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和日本都属于亚洲，中国人不能把家管好，任由这些西方人糟践，那么就由日本人来管。像是孟家，你的舅舅管不了事情，就应该交给你来管一样。这个说法听起来倒很新鲜啊。因为这个说法是对的。我告诉你，上级政府军队、下届财政、外交、红帮、青帮，没有日本人的扶持，在上海根本生存不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黄浦江上，日本军舰的炮口最大，炮口最粗，战船最多，却和你们江湖上靠实力说话的道理是一样的。钱先生过去是个包大弟，李先生过去是个卖水果的，钱先生是西园子里看后台的。他们今天有这么大的成就，不是因为他家世显赫，是他们知道，在乱世之中要永远站在赢家的一面。我一直相信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对错，只有输赢。现在我们用到的人实在是太老实了，日本人有换这样的想法，我们看重的是你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愿和志气和日本人合作，在上海滩建造一番事业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想其他方面都不是问题。简单明了的说吧，要人要枪，不过都是一句话的事情。那么容易啊？容易自然是容易，大日本帝国非常慷慨。那好说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我们已经通过政府让孟家没有招架的余地了，但是法律只能解决法律的问题，到了最后关头，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做个干净利落的决断。那就来谈一谈，大日本帝国怎么支持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再谈一壶酒，慢慢谈。你怎么把我的灾祸加到你身上？说多了可就不灵了。你根本不知道我罪孽有多深，你根本不知道这儿的菩萨有多灵。我求他，他就把你给带出来了。他一定会保佑你的。愿是我自己许的，我自己受。许个愿还哭一鼻子，真是。我也许你1个愿，不，我许你3个愿。你向我提3个要求，我就是荡尽家财，小命不保也满足你。你都小命不保了，还怎么满足我呀？比喻嘛，我肯定能满足你。我想想。哎，你得想好了啊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我孟文洛，让你提3个要求，小命都交到这儿了，你可别随便就说出来。哎，我想到了，你陪我喝一碗宁波的杏仁茶吧。哈哈哈。干嘛？宁波的杏仁茶很好喝的，这就是我第1个愿望。好喝吗？你尝尝，很好喝。你先喝。尝一口。哎呀，太好喝了。好喝吧？好喝。嗯。我就再来一碗。是你自己要的吧？给你要的。我不要。哎，我1碗就够了。再来1碗。
他要喝，不是我，给他来一碗。我想到第2个愿望了。哎，你这第2个愿望可以迟点再说。迟点你人都找不着了，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你使劲往里看啊！我看了。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鬼了。你真看见鬼了？我就是鬼，你看吧，好好看。你别闹了，这儿真闹鬼。我小的时候就想进来看一眼，没男孩陪我，男孩也都怕。大白天你说什么胡话？嘘，鬼会偷听咱们说话的。咱俩悄悄进去，我在你后面。张碧兰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这是你第2个愿望。嗯。想见鬼是吧？好。不就是个破庙吗？啊？哪有鬼？鬼在哪儿？出来！鬼呀！你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真有鬼啊！嗯，我就说吧，真有鬼！太可怕了！你看清了吗？没看清。我也没看清。你也没看清。嗯。来。要不咱们再回去看一眼啊？还看呢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就看一眼。我小时候就想看鬼，你把鬼逗出来让我看一眼，就一眼。这是我第2个愿望。你再换个愿望吧。你答应我的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这我懂，投石问路，去见鬼。听着，我用石头把鬼砸出来。你得看清楚了，他肯定扑着我就过来了。这时候你拼命的跑，往阳光底下跑，鬼怕光。我要是被鬼吃了，你别哭啊，我这都是为了你。哎呀，快跑！我还没看清鬼呢。马来马西，拿个大老子！人啊，不是鬼。快跑！跑！马西，还有鬼！鬼来了！老头，你想干什么？拿过来，快！
陈小姐，这棱的哥送给你的花。记得我跟你说的话，只要我不死，我就会娶你。囊头，你想干什么？把路让开！你答应他什么了？我答应谁了？我瞎说什么呢？孟家的人，不是倔种就是混蛋。哎，看见没？松鼠，啊，那，上去了。你明天一早就走了吧？舍不得我呀？回去以后，官司会赢吗？又不是我说了算，法官说了算。你不要骗我，我会买报纸看的。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你还是操心你的嫁衣试过没？合适不合适？哎，你这眼睛怎么瞪得像牛眼睛啊？不理人了。明天我可就要走了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，我越来越像孩子了。不过我喜欢。到了上海可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。你喜欢我哪个样子？你还有什么样？孩子样。坏人样。好人孟文璐已经死了。明天早上8点钟，我回上海，你来送我吗？可有礼物给你哦。问你话呢。慢点，慢点，来不来送我？我的第3个愿望是，你将来对陈小姐好一点。祝你幸福。梦对明日如水凉，这个凉，哎呦，你个瞎的，在搞什么名堂？
蒙对什么来着？水凉。不，中间那个。哦，秋月。明月吧。秋月。秋月。秋月好。蒙对秋月如水凉。哎，娘，我那唱片呢？哎，你搞什么搞？多大了都要出嫁的人了，还这么毛手毛脚，你在楼上干什么？娘，我的唱片呢？白光的唱片。明天吧，明天给你找。啊，我现在就要听。给你放到陪嫁箱子里了，你不是要带走吗？以后别问我要啊。轻一点。哎，个死丫头！蒙对秋月如水凉，楼观江潮。听听，你听一听，你上去看一看好不啦？他在家里待不了几天了，你就别管他。他这个样子出门，人家也会笑话，没有家教，晓得吧？哎呦！这孩子中邪了。自从玉兰碰婚回来以后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闺女，你在耍什么疯啊？啊？哎，闺女啊，你前后拍一拍，看哪儿不舒服。我没事儿。没事，没事，你这是搞什么名堂？我和你娘天天都在操心你的婚事，觉都睡不好。你在楼上叮铃咣啷，叮铃咣啷，这是搞什么名堂？好了好了，闺女啊，别再听这音乐了，你吵得大家都睡不好觉。睡觉吧啊，睡觉。没事，啊，走吧。好了好了，睡觉去啊。走吧。呀！女儿不孝，让爹娘替我担心了。操心倒是操心，不孝倒是谈不上。来来来，快起来快起来，还是我们的乖女儿啊！每个女孩子都要出嫁，就算你嫁出去，我们俩家离这么近，住在家里，住在他家都是一样的。睡觉吧。睡觉。好了。
明天早上到我房间来拿，好吧？客气。哎，把屎搬着一堆。哎呦，要翻2等盐，不是好兆头啊！哎呀，我是虎头啊！一张6个点儿，至尊宝，冲杀！
哟，好手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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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都些什么？那个说四川话的姓刘，是四川炮哥的总票把子；那个广东人是红帮的长老，国民政府的参议员；那个说上海话的是红帮的领袖，原来是革命党暗杀团的负责人；那个一只手啊，是清宫的头。哎，今天呢，咱们算来着了。他们都在租界里投资做生意，1、2个月见一次，把钱分走。你待会儿啊，别害怕，该怎么说就这么说。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这牌不容易啊。啊，这珊瑚，痛吃痛吃。哎呀，老来，好，早就来了。哦，刚来，刚来。您接着玩，接着玩。嗯。你就是小孟先生？是。我跟老孟先生还有点渊源。过去每年的春节、中秋，我们总要拜会一下。后来听说你来了，没几天把上海滩闹得个满城风雨，没错吧？我还听说，你还在美国待了些日子啊？留学。那，学会了什么？闹革命吗？不是闹革命，学机械制造。你们家里头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外头的人都传说你死了，我们还都在纳闷儿，孟家的孩子再孬种，也不至于临战脱逃。你现在找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这不来想办法吗？我是担心啊，上海的钱以后就不好赚了。谁说的？您看，官司打到现在，谁都不肯让这个步。不是我不肯让，是我实在不能让这个步。远洋航队本来就是孟家的，孟家掌握了海上的鸦片走私权，诸位才有钱拿。要是让日本人掌握了，谁还敢去向日本人要钱？您要觉得没办法，我回家，马上认输。可问题现在是我替大家伙顶着压力，你们却在这袖手旁观。搅乱了孟家，对谁有好处？对日本人有好处。大家捧我，我就是孟先生；大家不捧我，我就是个小商人。可我记得我还是中国人，都争着去做汉奸，等亡了国，连打牌的地方都没了。很久没有人跟我这么说话了。你来之前，你猜猜我们是怎么想的？
我们在想，你既然没有能力管好你的东西，又没有能力管好你家的人，一个小小的榔头都能够犯上作乱，还是我们来替你管？你看我这个院子怎么样？不错。就把你埋在这儿，让我们耳根子也清静几天。老总统，今天埋我，明天就有人埋你。老总统，老总统，把活干得干净点儿。哎呀，祖宗啊，祖宗，你们千万别让，你们千万别。等等，把这个箱子给里面的人，这里面可都是红帮的钱。等等，这坑是给我挖的呀？等等，我这人晦气不吉利，你告诉屋里的人，埋我得重新选一个好的地方，别影响风水。等等。我要这样躺着，你还能打得准吗？等等，我觉得我还站着你打得准一些。大人，有请孟先生。你不用等我了。爷，你这些东西都是哪儿弄的？苏州、杭州、南京都有，大部分是李先生、秦先生的，还有一些日本在南方纺纱厂的股份。你要知道，说假话的下场。那爷再埋我一次也不迟。爷，我一直不明白李先生、秦先生勾结敌人来对付我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们眼里只有钱。孟家造武器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见的，他们受了日本人的好处，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挠我。他们说是你不愿意做鸦片生意的。爷，孟家不想做鸦片生意，可孟家从来不挡别人的财路。您说李先生、秦先生勾结榔头，仗日本的势对付孟家，这道理怎么讲？小日本的野心最大了，等着看吧。等他们到了广州，我也好好跟他们干一下。你们红帮弟子好多钱哦，好威风哦，可惜啊，一分钱不交，你叫我们在座的老大喝西北风啊！哼哼，他哪里把我们当老大？日本人才是他的老大。这次打击孟府，做的是过头了一点儿，江湖上的事儿。必须要江湖上了，惹出这么多的官匪来，白白的让人家笑话，哼，只是便宜了那些小报记者。孟先生，这回可对你抱歉了，你们家的事儿，你来了，我了我们家的事儿。爷，您要信得过我，都交给我来办，怎么样？就是这个意思啦。爬龙到灰啊，背叛兄弟是不能饶的。那个老李旁边有一个叫顾老四的，他是我的人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儿找他。来，谢谢。今天好危险呐，就差一步，我现在送你回家。回什么家呀？我都是死人了，把顾老四找出来，我要清理门户。好。
上海滩的人都说孟先生跑了，也有人说孟先生死了，我倒偏不信。我来吧。这壶酒温了凉，凉了温，就等着孟先生醒来喝呢。真会说话。好了死了躲起来都是一个意思。你就不怕我给你惹麻烦？我倒想你在这儿躲一辈子呢。好大的口气！我这种人可没有一辈子好活。兴许你第一次来，我这么说，你也许会答应。为什么呀？我在这里见的客人多了，有钱的、没钱的，做官的、做强盗的，他们的眼睛就像狼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就像个孩子一样，现在倒像和他们一样了。是吗？早晚都这样。这里是上海吗？我今天要请个朋友在你这吃饭。你想吃点什么？我叫他们去做。什么鼓啊？行，这样，我啊，让你见几个人。老四，李先生，秦先生，秦先生，我眼拙，不认识。老四，给他露一手。怎么样？我看可以。老四，给他露一手。怎么样？我看可以。老四是我专门从福建请过来的，那几个都是他的师兄弟，手上的鹰爪功，那是一等一的。老四，你先下去。是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可以是可以，可我总觉着他榔头又不是达摩金刚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看你是让他给吓的。
你听我的，啊，这种事儿啊，早下手，早主动。这小子现在是盯上我了，榔头从淮北弄了110号灾民啊，住在仓库里，现在不习气的管我要枪要钱。你知道最近居然对我说什么吗？他说起来要地盘的话，要再不把这个后患给掐死，我睡觉都不安心。老头啊，我看你参军去得了。喜欢带兵吗？啊？你那100-200个灾民，可就是100-200张嘴呀。吃什么喝什么，死了怎么埋，伤了怎么治。要买枪买子弹，除非你额金尿银。原来我从岛上回来的时候，你们不都是答应要给我吗？你还真相信呢？信啊！你们捅了我那么多刀，我能不信吗？白土，那个时候是让你出来对付孟家，现在孟家垮台了，你没用了。我要是你啊，就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会大摇大摆的在这局面上混。那天清晨起来，发现自己在垃圾箱里待着，你哭都来不及。这您就不用操心了，谁欠我的，我问谁要去。孟家现在已经是一败涂地了，要是再把榔头这根刺儿给挑了，上海就是咱们的了。老兄，不要太急躁。我总觉着事态还不是太明了的。干这种事情不是绑票，不用谈判。我去把榔头越过来，就说喝酒，到时候让老四一上手，完事儿了，世界安。
这就是孟先生。孟先生，你就是顾老四啊？是，上面已经吩咐过了，孟先生要我做什么，尽管讲。来，坐。我们边喝边聊，好吧？你们两个臭小子，还不赶紧把狼头给我叫过来！你是谁？乡下仔，老子是谁，配你问吗？难道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他妈手下都长着狗眼睛啊！连老子的事也搜。他们又不知道你李先生是大人物，你何必跟一帮乡下人见识呢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还要把这儿改成我的兵营。兵营？为什么？你不是答应我，给我钱，给我人，建立自己的家族吗？我正在做呀。那我倒要问问了，啊？你是从哪儿招来的？每年的春天，都有逃到上海来的安徽灾民，只要给口饭吃，他的命就是我的。兄弟恰巧认识一下，就把人给招来了。就凭你住着这个像猪圈一样的地方，你有枪吗？嗯？就凭一把砍刀就想打天下，太幼稚了啊！你答应我的，你得给我吧。我答应什么了？你答应给我钱，让我找400个弟兄，每个人每个月2块大洋，死了的给10块。你还答应先拿2、3万块大洋给我用着，长枪短枪给我搞一批，剩下的我就不用操心了。你还答应要把烟馆和赌场分我一半，要不然兄弟们没活干也受不了啊。我拉的屎也很香的，你要不要吃一口？哈哈哈哈哈！李先生，做人不能言而无信吧？你让我到法庭上去指证，我去了，落了一个背主求荣3姓家奴的名声。怎么？到现在你不认账？郎导，这些啊，都好说。我和秦先生有了一些对付孟家的方法，找你啊去商议一下，啊？是吗？我看算了吧。那天晚上，你跟秦先生吃酒席吃到一半儿，你突然说
早知道能在法庭上斗败孟家，就不应该把那个惹祸的榔头给救出来。将来要是打赢了，还得分他一份儿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于是秦先生就说：“是啊，这榔头还真是狠棘手啊，是个喂不饱的狗，养不熟的狼啊。三姓家奴被主求荣，活脱脱的一个吕布、吕奉先呢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李先生说这还不好办，叫他过来商量个事儿。哼，他2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，能耐能有多大呢？大不了找一个功夫好的弟子，把他摁在地上，埋在龙华寺的旁边。说起来，那正好是他们孟家的坟地呢。你李先生当时笑得好开心。秦先生说：“是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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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很安全？我得了一个教训，把它送给你。身边最亲的人都不能相信。怎么样？把东西分给我一半吧。答应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顾老四，是你说的。师祖爷吩咐下来，你和日本人走得太近，赚了这么多钱又不上交，不能留你了。他妈是什么好人？不杀我，也得让施主爷动手。这些小流氓是什么东西？啊！顾老四，老子对你不薄，你怎么不能一心跟着我干啊？那些贪财的老头能他妈给你什么好处？废话，废话。等会儿吧。呀，星星啊！来吧。孟先生，好，下去吧。
凶手是，就是他。你干的？我刚才拿了把枪，把他们全杀了。多大了？7岁，17岁，属狗的。下辈子做人聪明点。这么写，机民抢劫。说对。阿爷，正好晚上陪我进去听戏。今天晚上是金霸王的别姬。阿爷，别不了了，李先生他被新入帮那小子给做了。小李被做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听兄弟们跑回来说的。被谁做了？就是梦见那个小崽子，榔头。小李他是榔头的入帮介绍人，他怎么会把他做了？嘿嘿，这莫非是你吧？你，嘿嘿，你当我真是老糊涂了？拿来，给他看看。阿爷，你跟小李在外头搞了不少产业，都瞒着帮会，我也是不爱理你。大家求个太平。现在不对了，你们勾结了日本人，联合打击孟府。你倒是给我说说看，红帮的宗旨是为什么？说呀！反清复明，还我汉族河山。可这是300年前的事儿啊！是啊，3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教育我们，就是反对异族。你们现在可倒好啊，跟日本人搂起脖子来了。要是您下令让李先生死，我没有话说。可他现在死在那小崽子手里，我不服。那你又想怎么办呢？您放我出去，我把这笔账收回来，然后听从您的发落。随你的便吧。看来日本人是比我厉害呀。一夜之间，大家都换了主子。看来今天晚上的戏，只好我自己去听了。是李先生把你救出来，你就这样报答他的恩情？我已经报答过他了。右边肺叶上这刀他捅的，中间这刀是你捅的。
当时下手太轻了，不知道我有口气，就会把这些账给要回来。哼！就凭你手底下这几个灾民，你的兄弟花钱养的，我的不用，给口饭吃就行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你斗不过我。你这个背主负义的杂种！我刚刚想明白了一个事儿，要是我们打起来，谁最高兴？孟家的人最高兴。你们想扳倒孟家，我也想。是不是我们可以不打，先放在后面？以前的账一笔勾销，咱们联合起来一块对付孟家。李先生死了，那点义气值得你拼命。李先生的赌场和烟馆有我一半。李先生的赌场和烟馆有50多家，我一个人吃不下也管不了，没那么大胃口。你胃口不小，你只不过是孟家的一个小奴才，现在倒跟我平起平坐了啊！那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呀，渴死了！怎么，没约人打牌啊？没有，不知道你是死是活，等着呢。你还真疼我。今儿这关总算过去了，窝囊点是窝囊点了，哼，这档生意没有谈成，幸好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，没让人家稀里糊涂摘了去。老周，我要是有个万一，这个保险柜，保险柜里的东西是你的，我也不要。老周啊，跟我回去吧。住吗？你还是自己回去住吧。3姨太、4姨太一堆的，我头疼。约朋友打打牌，聊聊天儿，我欢迎。说这种话，你仗了谁的势啊？我仗了你的势啊！在上海滩，像我这样包一个房间陪客人打打牌多的是。我要真当了你的姨太太，你出来打牌再找一个，我岂不是亏了？哼，说的也是。也是啊，男人嘛，都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。哼，不去不去吧，咱们明儿见。李先生一死，把他的烟馆和酒楼全吞下去了，还有几家赌场和秦先生平分了。听说红帮的几个大佬很不高兴，觉得榔头和姓秦的勾结在一起，依靠日本人。我把他们放在眼里，这要放在过去啊，
早把他处决了。可现在有日本人保护，还真奈何他不得呀。得想办法让榔头手下的人去内讧，搅乱他们。日本人是招招紧逼，孟府穷于应付，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，让那些藏在暗处的势力都跳出来，找到问题症结的所在，一刀切下去。但是到了洗牌的时候了。那你逃出上海，孟家吃官司，躲在这里，都是有预谋的。我找起来再去找水晚了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这可真是一步险棋啊！妙得很呐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妙不妙还不知道。孟先生，陈先生这边，你是不是伸手也管一下？为什么呀？我听说榔头正在向陈小姐求婚，我觉得榔头这个人呢，下手没轻没重的。万一陈小姐出点什么问题，能出什么问题啊？这全上海滩都知道陈小姐是你未婚妻，榔头嘛是你外甥，这要是出点什么笑话，可不好看了。哼，孟家出的笑话还少吗？上海滩的人都以为我死了呢。行了，不用管榔头，他不会对陈小姐做出造次的事儿。孟先生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你在干什么？给你送碗银耳汤。听到什么了？我没听见什么，我就是好奇，给你送一碗。你收了谁的钱来偷听我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好奇，我真的没有。你要是不喜欢我住在这儿，我可以搬走。你走了，来的人都一样。你现在跟他们一样，让我都害怕了。我再给你热热。对不起，吓着你了。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帮什么忙？
回吧。你就不问问小姐的意思？狼头，你失心疯了！我让你走，你听着没有？你还在这儿做孟文璐老丈人的梦呢？孟文璐死了，死了，死了也不会嫁给你这个瘪四儿。教你一个乖，出门的时候背靠着墙，别让人家从后边把你脑袋开了瓢。只要你把女儿嫁给我，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。哼，我这辈子唯一学会的就是谁的话我也不信，不轻易许诺。我手上有李先生一半的烟馆和赌场，大烟馆我全都给你。我说到做到，只要你把陈小姐嫁给我，赌场我也可以交给你，我狼头可以为你卖命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什么时候不守信用？你背叛孟家，又得罪洪文，我不能用你办事。你可以给我一笔钱，我跟陈小姐去香港，去南洋也行，反正你在那儿也有生意。可孟家现在还没倒呢，就差最后一枪了。我打掉孟家，我睡觉都不踏实。我娘还在他们手上呢，我得把她接出来。我对陈小姐真心实意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现在就派人把赌场跟烟馆全都交出来。秦先生不同意呢，那就打掉他。反正我已经惹毛了这么多人，再多闯点祸也无所谓。爹，你不能答应他。谁叫你跑出来的？陈先生。行，咱改天再说。你不好好谈情，往外跑什么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爹的朋友来了，你不要往外跑。该怎么做，也心里清楚。清楚个屁！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跟爹这么说话？爹的朋友，榔头也是你的朋友吗？我不是专指他。可是你都动心了，条件再好一点，你就又把我卖出去了。做人嘛，总得现实一点吧。你是养女儿还是养头猪啊？现实一点，对，现实一点。反正我是头猪嘛，只要肉价好，杀了卖出去呗。你这都跟谁学的？这么粗俗话也说得出口？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啊？你有没有替我的未来考虑过？我当然替你考虑过。榔头不行，我不会答应他。他杀了李先生，洪门的人本就记恨他。他的这份富贵是凶财。活得过今天，能不能看着明天，这都不好讲。他不值得爹信赖，也不值得你依靠。你还是在做生意，生意，生意，生意！你就不会问问我喜欢谁吗？我想嫁给谁？我和谁在一起会幸福？为什么你永远都是在盘算我嫁给谁对你有好处、更划算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
卖了有什么关系？我都把自己卖了。你等着吧。别干傻事儿！你身上连零花钱都没有，门都出不去。等你想好了，我们再谈吧。22全压。这些今天晚上请你们喝酒。查尔，你也敢来？看望我的老朋友，为什么不敢来？坐。谢谢。很忙吗？最近？从法律上说，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那是你们的法律，不是我们的。你想怎么样？完成我们的约定，撤回对孟家的指控。给我贷款。你说什么？好，我再说一遍。完成你跟我的约定。哎，我可以不计前嫌的。还真是幼稚。再过2天，法院就要宣判拍卖孟家族长，我们要公开的买下。勾结上海红帮，抢夺鸦片生意。这也是日本军部的国策吗？我可以把它解释为打击敌人的一种方式。希望日本军部可以接受你这样的解释。据我所知，这样做事的人也是少数派，不过是黑龙会的几个疯子而已。哎，我还可以通过欧美大使向日本领事馆抗议的。那改变不了我们的决策。可以改变你目前的位置，让你回家滚蛋，卖白薯。你，老朋友，中国人说千里做官只为财。我不关心你收了什么人的多少钱，我只关心你们怎么老盯着孟家呢？啊？因为孟家的军工厂是政府特许合资经营的，日本人在上海公开出面做武器，英美租界是要抗议的。我们打算把你家的地方做成进入上海的跳网，这是军部的国策。对不起，你一个人和一个国家抗衡是不会赢的。我们的要求并不高，而且非常慷慨。日本人给你提供所有兵工厂的贷款，一切配备，你想做任何生意，我们都可以帮你。这个条件还不好吗？你还可以出价。听上去不错。你是不是也这么跟榔头谈的？我个人觉得榔头不是一个最好的人选。如果你有意愿的话，我可以放弃。清水的计划跟你一模一样，是吗？
是的，你应该知道我的答案。那你去问清水，他已经死了。告辞。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哎呦，我学聪明了。今天是我那个英国领事馆的朋友送我来的。啊，告辞，不用送。备车，去孟府。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您这真是病了，看上去状态不佳呀。我能不病吗？家里这么多事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这不是过来看看有什么还能帮忙的。帮忙就算了，现在孟家是破墙众人推，破鼓众人锤，文路生死难料。他是我们孟家的命根子，你说我死了到地下，我怎么见我爹？这文路或许没死。没死？是啊。他在哪儿？您没见过他吗？上了你的船以后就没见过呀。他是在船上吗？不是，您安排上的船吗？是啊，可我怎么听说有人在上海见过他呀？文路上了你的船，我还要跟你要人呢。他在哪儿啊？啊，我这也是风闻，风闻。我以为你有什么真的好消息，刮阵风也当真。我呀，头疼的厉害，还要跟律师整理材料。有什么事儿你找九公去说吧。马主任来，叫我起来吧。这个药啊，滤得细一点啊，一喝插着喉咙有东西啊。九公，马主任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哎呦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，九公？老伤还发了，好久了。我给您请个大夫。大夫见过了，他让我吃一口鸦片，现在孟家提到鸦片2个字，头痛。下次你来啊，你偷偷的给我带一点来啊！好说，别让二姐知道哦。这个好说，好说。平地起灾呀！过去听人说书说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楼塌了，还说什么容易冰消。我以为那些只是戏词儿，你看现在还不是一样。九公啊，
现在没有功夫说这些抱怨的话，您老也想点办法。哼，有什么办法呀？比如说，这文禄或许没死。三少爷就算没死，孟老爷子就算活着，能好到哪里去？九公啊，你说这文禄要是有个下落该多好！要是真有文禄的下落，那你得帮我把他转移出去。咦，去哪儿啊？让他走呗。上海滩，他待不下去了。为什么要让洋人教我们的孩子？九公啊，您老多保重身体。有什么消息我一定通知你。现在社会不行了，一个人比一个人势利。当初我跟孟老先生打天下的时候，没人只讲钱嘛。活像个女鬼，净瞎说。大小姐很新派，到底是去过上海的。你怎么知道他去过上海啊？好多人都这么说呀，连李家自己都说，张大小姐舍命救夫，3针9裂，要赶到前清啊，还能混一块儿牌匾呢。牌坊上写什么呀？啊，这边写舍身救夫，那边写3针9裂，别人听了以为我死了呢。你这孩子今天怎么了？说话这么不着调。马上就是大喜的日子了，不能说这句话，不吉利。报纸买回来了。哎呦，这孩子说一声啊，吓一跳。报纸呢？哟，小姐，你这妆画的好漂亮啊！你也喜欢啊？待会儿给你画一个哈。哎呦，一心下去喝点茶吧，这孩子没长性，一会儿再画。哎。你整天抱着报纸看，像着了迷似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看看白光有什么新歌嘛。你就编吧。想要撒谎，还得再学2年。你把表还我。谁的表？别人送的。谁送的？朋友。上海的朋友。哎，你不，自从你从上海回来，就像丢了魂似的，我看在眼里。就算你当姑娘的时候有几个朋友，快要出了嫁，也应该把这些忘了。你不想让人一辈子嘲笑你是我不守妇道吧？也是。我都是立了牌坊的人了。立不立牌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你要是有3长2短，
我和你爹脸上也无光。你知道吗？这女儿出嫁的时候，当娘的都要抱着女儿的脚哭。你知道哭什么吗？无非就是我舍不得你呀什么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离得这么近有什么可哭的？到时候你可别哭啊，弄得我还挺尴尬。我当姑娘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，多无聊啊！可我出嫁的时候，你外婆抱着我的脚，边哭边说：“姑娘啊，等你嫁过去以后，早早的给人生个孩子，让人家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你，不要3天2头的往回跑，要让爹妈脸上有光。”拿着吧，带上它。要是有人问，就说你爹给的。碰头喜欢在这吃午饭，只要他一露面，听我的信号，一旦出手，一枪毙命。先生您好，这是2号包厢的客人送给您的。上楼。你找我？对，咱们单独谈一谈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这鸭牛排不错，我帮你点了一份。咱们又见面了。嗯。他们都说你死了，我一直就不相信。为什么呀？1不发3，2不发疯，说出来鬼才信呢。榔头有长进。你知不知道？现在你的脑袋很值钱啊。我要是一枪打爆了，会有很多好处啊。说来听听。比方说，陈先生很高兴，日本人很高兴，我娘最高兴。你呢？你高兴吗？我不在乎，无所谓。我要是死了，
下一个就是你。他们留着你是为了对付我，不是让你在上海滩发达的。你现在很威风，有自己的赌场，还有不少的枪手。那我问你，你底下的枪手凭什么为你卖命？你要是一旦有难，这上海滩哪个大佬会舍命保你？你杀了李先生，红帮的弟子个个与你为敌。你的作用一旦消失了，日本人凭什么留你啊？你要是死了，会有更多的人高兴。除了你娘会哭。你说够了没有？孟家现在已经完了，瞧瞧你混的这样，在上海滩头都不敢露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？孟家完了就完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也别把我当孟先生。今天我来见你，你总得听我这个舅舅说几句吧。说吧。唐导，如果你真的想单干，没问题，只要不做汉奸，舅舅可以帮你。你说谁是汉奸？全上海的人都说你是汉奸，没有日本人支持你，你怎么敢杀李先生？我跟你说过，离日本人远点儿。日本现在对中国有野心。对孟家也有野心，一心想夺走孟家的军工厂，做侵略中国的武器。你能不能把对孟家的恨、对我的恨先放一边儿？想想你也是中国人，只要你不做汉奸，怎么都可以。我可以到红帮替你负荆请罪。孟家所有的烟馆、赌场都给你。我不在乎这个。那你在乎什么？在乎我的命吗？你现在就可以拿走。别在这儿逞英雄了。我不是英雄，我也不想当英雄。可我告诉你，孟家就是死绝了，也不能出汉奸。你们从来就没在乎过我。日本人给我人，给我枪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拿命换来的。别在这儿给我摆臭脸了，没人可以命令我。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一个小瘪三、小王八蛋、小流氓，凭什么最好的东西永远都是你的呢？我今天放过你，因为你是我舅舅，咱们俩就这么一回。唐导。我可以安排你和你娘离开
像你一样逃跑了。算了吧，丢不起这人。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行动撤销来，撤！老大，你看，两个人守门口，剩下的跟我走。看见了，先开一枪。哟，六姐啊，出手真大方，是不是？哪个老头又让你给迷住了？你呀，可给别人留口气儿啊！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你可别告诉别人啊！你保证？啊，我保证。孟家的三公子没有死，现在躲在我那儿，花钱如流水。这些钱呢，都是他的。来来来，你们今天全押上，不管输的赢的，我都请客喝酒。我这一直给您打电话，我现在是如坐针毡呐。我买了今天晚上的船票，本来都想给你留纸条了。要不是您说不能有文字的东西留下来，我这……お前たち先に出てて。はい。你要我去哪里？我去天津，或者去北平，那边有很好的朋友在。我向上面报的病休，先去别的地方躲一躲。你报什么？孟文禄还活着，只要孟文禄活着一天，你就不知道他的势力有多大。我是孟家读书会的人，读书会的力量到底有多大，你根本就不清楚。到底有多大？比大日本帝国的军部还大吗？你说的出名字，我一天之内都给你打掉。没有用的，名单只在孟文禄手里。就算你们能秘密地逮捕几个人，那我死得更快了。如果孟家知道孟文禄没死，不用他下命令，我就完蛋了。哼，完蛋了？那你为什么还不跑？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？我是觉得现在还有一点机会。我听你的看法。今天我去孟家，九公说了一句很丧气的话，我觉得他说的很对。他说以孟家现在的局面，就算孟老先生在，恐怕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这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动作够快，在法庭上对孟家进行宣判，
并且不允许他们继续上诉，造成一个既定的事实，那孟家就被动了。他如果再敢闹，就是跟国民政府作对。下一定是辩方律师盘问证人，还没有到宣判的时候。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一会儿君子一会儿小人呢？啊，现在说尊重法庭了，当初呢？我马上买今天晚上的船票走。你给了老虎喘息的机会，别忘了，清水是怎么死的。那不是立足界的法院，不可以影响法官的判决，但是硬性的宣判可以吗？怎么不可以？你给他钱，再给他子弹，让他自己选。只要法庭对孟家宣判了，孟文禄敢杀法官吗？他要是真杀了法官，那就是天下最愚蠢的事情。我马上安排。你要走，一定提前告诉我一声。怎么了？你买了今天晚上9点半龙江号邮轮的票，甲级座16号，对不对？那有我们的人带着枪在等你。日本人对自己的朋友很忠诚，逃走的人可不能算朋友。你说对吗？烟。谢谢。赶紧把那些烂记者给我轰走！干巡捕都没记者来得快。麻烦您出去。来吃饭。出去，不要妨碍公务。看出去。他见过死者。是吗？正好，那你留下等我啊。干脏活用的，收起来吧，留着也没用。黑吃黑。枪上都抹了米胶了，指纹都查不出来。死者谁啊？查清楚没有？孙一海，虹口区烟馆的老板。行了，把尸体抬走吧。这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凶手你看见了是吧？还有印象吗？没印象了是吧？吓傻了。行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你走吧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跟着你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第6起谋杀案了。你准备跟着我看尸体看到天亮啊？要立案调查吗？立什么案？怎么立？就这么写：赌博，俩人发生口角，凶杀，凶手是路过的，查不出来。这种案都是黑吃黑，没必要查那么清楚。霞飞路报案，说有一个男人被割了喉咙，挂在路灯杆上。疯了，都疯了！我敢打赌，这绝不是今天晚上最后一起。哟，罗探长，昨天去赌场了。
记一下，这人我认识，姓刘，天津的，外号双枪将，腰里别手枪，手拿大烟枪，家住新城区打狗桥。没去啊？谁发了？你发了？发个屁！他昨晚梦见16号营，把钱全押上，结果1个月白干。枪呢？什么枪？枪呢？没了，来了就没。滚蛋！这种割喉伤不到1秒钟，谁会把枪拿走？拿着。得嘞，你们自当没看见。明儿我到黑市上卖，贴补一下。哎，跟我玩真的是不是？老虎啊，今儿晚上可热闹，你呀还得跑一趟打狗桥那边。又死了一个，今晚第几个了？第7个。行了，都别愣了，把人抬走。你们几个，别睡了，来，干活了。快点，起来，还睡？起来，这懒死算了，干不干了？天天扛。哎，扛就扛吧，穷人做狗没办法，可偏有那做狗做的兴高采烈。别磨蹭，快点！你瞪我干什么？你不上校吗？跑上海干什么来？干嘛呢？别动！别动！一会儿还得干活呢啊！把人抬走啊！你好，我是自林西报的记者，请问孟家是否准备出售家族产业来弥补鸦片走私的损失？你好，我是中央日报的，请问中央政府在这次鸦片走私案中有没有明显的倾向啊？你好，请您回答一下。我是中央日报的，请问中央政府在这次鸦片走私案中有没有明显的倾向？您好，我是新华日报的，孟府是否和政府共同参与了鸦片走私案？我孟家是否准备出售家族产业来弥补鸦片走私带来的损失呢？石原先生，我告诉你，在人间不要跟我说话，在法院里不要跟我说话。你那脑子别给我记了啊！我的6个证人到现在还没有来。1个都没有来。我昨天晚上挨个通知的他们。孟家下手很快呀，怎么办？今天是辩方盘问，如果1个都不来，孟家可以申请无休止延期审判。他们就只有加点分析嘛，不用担心，我可以要求法官跳过这个程序，直接进行判决。不，我不明白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来喽！你有什么不可能的？照做就好。我不可以这样公然违背程序，孟家会觉得我……您不是说孟先生还活着呢吗？今天彻底解决孟家的问题。你怕那个孟先生，不怕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谁也服不了。今天由辩方盘问控方证人，陪审团
由租界成员及国民政府反走私委员会人员组成。公诉方，你们的证人呢？一个都没有到。为什么？这个名单是不是证人的名单？是，这些都是公诉方的证人。这6个证人昨天晚上全部被杀。这是法租界巡捕房送来的死亡名单。这是你们干的！反对！公诉方律师正在试图诬陷新的罪名，我们有权要求反诉。这是孟家的杀人灭口，我请求法庭将这6个证人的谋杀案并入此案。反对！与本案无关，呈请法庭。公诉方律师已经构成对孟家的人身侮辱，我们请求反诉。反对有效。案子没有破之前，不要另外立案，没有证据，反而会把这个案子搞得更复杂。请求休庭，待公诉方找到新的证据后，再重新起诉。反对！既然证人证据已经确凿无疑的话，我看可以直接跳入盘问阶段，进入宣判。反对！公诉方公然违背法律程序。肃静！请陪审团成员举手表决，同意进入下一个程序的，请举手。反对！这是无视法律的行为。